大家好，我是劳拉，欢迎你们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乌拉圭体检遇到的那些事情。刚来乌拉圭的那几年，由于语言不好，所以体检呢都是马马虎虎的，只是体检我需要的那几个重要的数据。前2年呢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也一直没有体检。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是每一年都要体检的，那今年我们就想去好好的体检一次。我在抖音上关注了一个医生，叫薇子，他就说了一些中年女性体检的时候该体检的那些项目，我就认真的把它记录了下来，然后把它翻译成了西班牙语。在乌拉圭看病跟国内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呢这里不分什么科，这些医生基本上都是全科的。我们必须通过 WhatsApp， 就是类似于国内的微信这么一个聊天的软件。这个医院在这个聊天软件上呢，有一个类似于微信公众号的这么一个号，我们可以跟这个号预约挂号，这是疫情以后才开始这样的。好，那我们就预约了我们2个人的挂号，安排时间大概是半个多月吧。到了时间我们去看医生，去的那天那个医生当时没有穿白大褂，怎么说呢，反正就是那个医生穿的有点邋遢吧，感觉当时刀哥还开玩笑说这个医生好像一个油漆工一样的，就是在工作的时候穿的那种，就是比较邋遢嘛，就不像我们平时看到的医生那样穿着白大褂挺整洁的那种感觉。当时我还说他，我说不要以貌取人，我就把我记录好的这个单子给医生看，医生一看就愣住了，然后就说你为什么要检查这么多呀？我说我就是来体检的呀。为什么在这个时间体检呢？还有个原因是因为我正好我吃的那个降脂药啊，它每6个月它要停一次，每个月拿一盒，一盒正好是我1个月的量，我只能拿6次的药。这正好呢，这个时候就到了我需要体检一次我才能继续拿药的这个时候，就借着这个时候，反正也是要抽血嘛，那我就干脆体检一次。好，那么又回到刚才这个问题，医生就说如果你没有感觉到不舒服，你为什么要查这么多？我说我不就是想体检看看，预防一下吗？万一有些病不是提早，如果查到了，不是提前治疗不是会更好吗？其实我觉得那个薇子医生开的那些项目，我觉得还是挺好的，他有一些查癌症的指标，我觉得都挺好的。那个张单子我觉得也没有太复杂呀，就是 CA125 啊 CA199 啊之类的，还要做一个就是那个宫颈的抹片。宫颈的抹片其实在国内做特别特别的简单，我每次去看门诊的时候，医生当时就可以帮我做了，特别简单，因为我是看妇科医生嘛。结果到了乌拉圭这个医院，医生就认为说是没有必要啊，我就很无语了。后来他就说那其中的有一个指标呢，是我每一年都要检查的，是因为以前我得过与此相关的一个病嘛，然后所以每年我必须查那个指标。好，那我就说那这个指标我是要查的。后来那个医生一看了我的那个病历就说好的，然后他也不管就是我要查的那些项目，他连血常规都没给我开。哎呀，当时呢因为太乱了，你知道吗？当时看病虽然说房间里就是我们3个人，我刀哥还有他，刀哥虽然说会说一些西班牙语了，但是涉及到一些专业的那些名词我们是说不懂的。那天我们故意带了翻译机去的，结果那个医生见到那个翻译机就比较激动，他就很新奇，因为他没有见过嘛。等他给我们开完这些检查项目，我们要走的时候，他还专门让我们拿着那个翻译机再播放一遍那个声音，然后他录进 WhatsApp 给他的朋友听。哇，他可激动了。他给我开完项目，我就指着那些单子上的那些说，我说你给我开了这些了吗？他就说开了。结果后来我就看他给我开的那个单子，我说好像他没有给我开血常规，血常规是我必须要验的，因为我要验了这个血常规，医生才能继续给我开这个降脂药，但是他并没给我开。我当时去跟医生说的时候，他问我，他说你为什么要来检查？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因为我不能开药了。那他就应该知道我必须要验这个血常规，要看一下我的那些指数，他才决定要不要给我继续用药嘛，或者是增减一下这个药的用量，这些都是要看我的检查的。结果那个医生直接就给我开了，以前的医生都是要看了我的结果以后才会给我开，他就直接给我开了。好，他给我开，他说你现在就可以去买这个药了。
也没给我开血常规。那我要检查的那些，他也只给我开了几样，根本就没给我开全。其实这个体检是我自己出钱的，我们虽然说是买了保险，但是也是必须要自己出钱的，那没有办法。然后我就去找他，他说你的档案我已经关掉了，我没有办法再打开了。等到明天要上班的时候，我跟我的同事说让他帮你开一个，到时候你直接去交钱就可以检查了。我说那也行，结果我们就等到了第2天去查也没有，第3天也没有，那我就只能先去查他给我开的这几个项目。抽血的时候我就问那个医生，那个医生就说没有血常规，只给我检查了一个 CA125 和 CA199。我心想说那我还得来抽一次血呗，还得再被戳一次。等到检查完了，我们又没办法，只能再重新挂一个医生。好，那第2次见到的这个医生就比较正常，我就跟他说了一下我的情况，他说我明白，然后他就给我开了血常规，然后开了 B 超之类的，这些都给我正常的就给我开了。其实这2个医生的态度都非常好，但是明显的就是第一个医生不专业，而且不是很负责。第2个医生就很好，就还跟我说如果你到时候有什么问题，他就把他的私人电话告诉了我们，还说如果你们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 WhatsApp 给我，我可以帮你们看看结果，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们也可以直接找我。我觉得真的挺好的。所以呢，我看医生看了2次。在乌拉圭看病呢，跟国内的流程是一样的，先去挂号，然后看医生，医生给你开单子，然后你拿着这些单子去各个预约的，去 B 超啊，然后 X 光啊这些地方你去划价，你划价的时候就预约了，然后他告诉你交多少钱，然后你再去收银台交费，然后到了时间你就去检查就可以了。然后到了交钱的时候呢，那个收银员也挺逗的，就是我第2次去看医生的时候，这个收银员他给我收钱的时候少收了我们2样，导致这2样呢，我们到了时间以后我们去检查，结果人家说你们没交费呀，倒是给我们预约了时间了，但是没交费。我们又去重新去交费。你说说这事儿吧，闹的就是等于说是我这个体检吧，去了医院5、6次，最后我的体检一共是花费4303.9比索，这其中包括了一些什么呢？甲状腺 B 超、乳房的钼靶，然后还有个妇科的 B 超。验血呢就给我验了血常规，然后还有 CA125、CA199、CEA、AFP 我不知道有没有做。还有一个事情我想说一下，宫颈刮片 TCT 这个东西他没有给我做，其实在国内特别简单。我在国内的时候，我每年去协和医院检查一次，要见一次我的那个医生，那个医生呢每次要给我做指检，还要做一个宫颈刮片，这个很简单，这2样当时在他的那个门诊室就可以完成。宫颈刮片 TCT 就相当于什么呢？是有点像做核酸，只不过呢它的部位是不一样的，它是在女性的妇科的这个部分。结果到了乌拉圭这个医院呢就很麻烦，我们去的这个医院，我们买保险的这个医院，他竟然没有 TCT。他说他只有一个叫巴氏图片，我就在网上查了一下有什么区别哈，就说巴氏图片它没有这个 TCT 那么准确。我们国家是已经早就在用 TCT 了，至少我来乌拉圭之前我们就已经做的是 TCT 了，但是在乌拉圭这个医院竟然没有，而且他给我排队就排了快将近1个月以后吧，而那个时候呢我正好不在乌拉圭了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做。对了，我们去的这个医院，他说他连测视力的那个医生都没有，他们没有专业的眼科医生，没有办法测视力。在我们马尔多纳多已经算是很好的很大的一个医院了，但是他竟然没有测视力的，让我们去卖眼镜的那个地方测。我本来是想测视力，重新配一下我的眼镜的，也没有弄成。当然我说的这个只代表就是我们马尔多纳多的这个医院，不代表蒙市那些首都蒙市据说是西班牙医院挺好的，他那个地方我觉得我要做这些检查应该他们都有。据我了解，乌拉圭的华人朋友们，有的人告诉我说他每年都做体检的，但是我问了一下那个项目都是特别简单的项目。曾经有这么个事情啊，我们以前认识一个台湾的女同胞，以前呢在乌拉圭她也是每年做体检，乌拉圭这边跟她说没有任何问题，每年都说没有问题，但是后来她回到台湾以后呢，医院就跟她说是有问题的，然后他又在台湾又疗养了半年。其实我特别不理解的就是医生说的那个话，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不舒服，你没有必要做这些体检。这句话让我觉得真的挺不解的。那我体检不就是为了预防我才来体检的吗？
那都等到我不舒服了我再来检查。很多癌症早期都没有不舒服的状态呀，等到你真的不舒服了，都已经是晚期了，那为什么要等到不舒服了才来检查呢？我特别不解。但是呢，我在乌拉圭每一次体检遇到的这些医生都是这种理念，就是体检没有必要体检那么多。乌拉圭的医疗呢，有好也有坏。它好的部分呢，就是如果说你1分钱没有，那公立医院也是可以给你治疗的，不会让你因为没有治疗而死掉，这是肯定的。不好的呢，就是我说的这个。当然就是医院的每一个工作人员，包括医生，每个都是很和气，态度都是非常好的。但是如果说真的不解决问题的话，那我觉得还是有点麻烦的吧。在乌拉圭，如果要验尿或者是验粪便的话，你必须先去医院外面的药店买这种瓶子。这个瓶子呢，就是你早上你自己在家里先把样取好，再把它交到医院就可以了。这一点呢，我倒是觉得挺人性化的，因为在国内每一次我们都得憋尿憋到医院，然后这样做检查，那也挺痛苦的。但是这个瓶子的价格也不菲啊。这个验尿的这个瓶子2个是85，就是大一点的这俩。验便的瓶子呢是这2个小一点的，是2个100，我们各买了2个嘛，一共是185比索。我和刀哥现在买的医保呢，就是纯个人买的医保，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开公司，就是我们自己买的商业医保，人均是2474.5比索一个月。就是这个医保是怎样呢？就是如果说要做手术的话，是1分钱都不用出的。如果医生觉得你需要做手术，那他会告诉你什么时间到医院去，住院以后所有的费用都是医院来承担，也不需要家人来陪护，包括你吃饭也是医院负责，洗澡也会有人帮你，家人是不需要在医院住着陪护的。那如果平时的就是挂号，人均挂号费是142块多一个人挂号一次，这个价格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也是在每年随着物价上涨是不断的在上涨的。买药的价格呢也是在不断的上涨的。像我的这个降脂药，我每个月都是固定在买。我吃的这种降脂药是很普遍的，在国内也有，我不知道国内卖多少钱。它的名字叫阿洛伐他汀，我吃的单位是每一粒10毫克，每天1粒。在乌拉圭呢，我从最开始就是2019年开始吃这种药，每一盒是199比索一盒。这是因为我买了保险，所以它有优惠，大部分的药价格全都是统一的199，然后它就不停的涨价，涨到现在每一盒是230多比索一盒。它涨价幅度其实这么算下来是挺快的，从2019年就是涨到今天，而且这个价格是不会停的，它就像乌拉圭的物价一样，一直不停的在往上涨。之前我发视频的时候，在油管上有个人说是我们是占了乌拉圭的便宜了，得了福利了，我们这个买的这个医保。后来我咨询了别人，我就说为什么会说我们买的这种商业医保是占了福利呢？结果人家告诉我说我并没有占福利，除非是那些去公立医院看病的，或者是加入了一个什么计划的那种，才是占了福利的。像我的身体情况，在国内我是买不了商业医保的，没有任何一个商业医保会卖保险给我，因为我得过大病嘛。但是在乌拉圭我可以买到这个保险，这一点也是我最舍不得乌拉圭的原因之一。所以就是总结下来，没有一个地方是十全十美的，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好和不足，这就要看自己觉得哪些是最重要的，哪些是最适合自己的。为什么我一直不厌其烦的跟大家说乌拉圭的物价，是因为我觉得乌拉圭的物价真的挺高的，而且乌拉圭人的收入真的挺低的。乌拉圭的最低收入是人均就是500美元左右，但是物价真的很高，相对于这个工资来说，在乌拉圭生活真的很难。而且作为中国人来说，你想要在这边找一份工作真的很难，特别是你不会西语的情况下。这里还有很多本地人，西语说的比你说的好多了，他们都还找不到工作，更何况你呢？你要想到这一点，所以不要头脑发热去到乌拉圭，到时候你养不活自己，而且你又白费一趟那么贵的机票，毕竟乌拉圭是离中国最远的国家之一，这些你都要考虑到。好吧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和陪伴，咱们下集再见吧。